早啊！早。你在弄什么啊？这一张哦，它是国际的潮流艺术大师 D-Face 他的版画是很厉害。很厉害？怎么说？像这一幅画，它是前年2018那时候我们一起做展览 All the Rage， 然后他送我的版画。那其实以现在来言的话，大概都已经翻2倍或以上了，所以很厉害。我靠，那它这个画的价值比股票还会涨哎。对啊，但是事实上啊，它的真迹其实甚至是几十万或者是上百万起跳，而且像他以前在国际不同的国家做展，可能前几天就通通都卖完了，超强的。哇哦，真的很不敢相信哎，那画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对啊，那如果不相信的话，其实刚好他在台北这个月在 Douglas Art Lab 有开展，走，我带你过去看一看，看他的真迹。现在就要走了吗？对，走，我们现在就去。OK， 我们来到 D-Face 的展览了，所以我们就进去吧。OK， 来扫描了。OK， 是，按一下拍照。这要配合就是就是卫生，万一有生病的话可以追踪嘛。提交 ，OK， 完成了，那就可以逛街喽。其实这个红点啊，基本都是代表说已经画作都被人家买走了。今天是开展的第3天，基本上所有画作都已经卖光光了。你看到的周遭，大部分应该是90%以上都已经没了。D-Face 呢要认识要从这一幅画开始。这一幅画呢是因为它来自于英国，那从它的文化来讲的话呢，它以女王是代表英国的权力象征。那坦白讲呢，他不是很认同这样的观念。事实上呢，他比较想要以街头的方式去重新诠释，所以他就是翻完它，把它装一个耳朵跟一个舌头，有点像是藐视就是英国皇家的这种权威性这件事情上。那因为他是从街头而来的，所以他这样子去重新诠释这个国际，然后全球都知道这个文化象征来讲，反而有更强大的力量去讲解一些在文化上面的事情。那当然，最新的这个影像来讲的话呢，就有提到说，他现在因为 coronavirus 就是武汉肺炎，所以 COVID-19。那他在讲是说，因为大家都需要戴就是口罩啊等等来讲话，所以大家在人跟人的关系，因为这样子开始变得越来越薄弱的。那这薄弱有2种，疫情是一个，然后以及我们这个数位时代这些东西，也让我们这个人跟人区别越来越拉开。所以在这次的展览，它有很多的影像都在讲解这样的人跟人的关系。所以它在这里面会植入很多的数位符码，例如说像这种方块啊，代表人跟人来讲的话，它那个讯号对接没有接上的时候，就会有个失去讯号的这样子的影像存在。那它这个组合性就代表说，现在世界是属于很混乱性的。那我们再看这边来讲的话呢，会知道是说，因为人跟人的世界没有办法再连接在一起了，所以有点像一体留下来的感觉。甚至人跟人最珍贵的部分，像情感的地方，就很像是碎片碎裂掉的感觉。它很重要，就是 love， 然后 kiss
亲嘴，他觉得人跟人的关系一点的时候，在他早期的作品，他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元素。所以在这互动关系中，他其实刻意把人的男生的脸呢，通常画成是蓝色啊、绿色啊等等的，然后以及他的下巴通常会植入有点像是骨头的这种意象。我觉得这都是让你去感受，是说他对于人跟人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态度，然后希望你借由看到这样的影像来反思说，我们真正人在现在这社会上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我们现在的关系。像这里来讲很有趣是，他用铅笔绘画的部分，然后再切割方式，后面再垫的一个数位的液晶萤幕。那其实它在呈现的部分是男跟女的这个互联关系，在借由现在的数位时代，千万不要忘记，就人跟人其实最重要还是一个感情连接的部分，千万不要因为现在不管是 social distancing 或者是手机数位媒体用太多，我们失去了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温度的地方。其实D-Face 呢，它有一个创作，就是这一支叫 D-Dog。那这一代来讲的话呢，跟前几代它的眼睛的形状有好几代不同的变化，但到这一代来讲的话，大概是现在这个样貌。那很经典的是它的耳朵会插在它的头上面，以及会吐舌头。那基本上它把吐舌头跟耳朵拆开来，然后把它置入在其他的人物身上，那这就变成它非常核心的视觉系统，去贯穿它所有的作品。让你在全世界哪一个国家，不管是哪里看到他的作品，都能够辨识出这就是他的作品，非常厉害的一个识别系统。所以说，事实上，我觉得以当代艺术来讲，很重要不一定是技法，就是像一个油画、传统画的，你每一次展览、下一次展览，你的技法可能越来越好，但这一次在传达的是观念，去反转是说现在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然后从10年后，有2030年你在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他的画作完整的记录现在这个时光、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很有趣。终于看完展览啦。好啦，看到这里，你应该对 D-Face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吧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对他的画作有兴趣的话，真心推荐大家可以亲自到 Dopeness Art Lab 画廊去感受一下那些画作的细节。如果你想要入手他的画，这里提供一些我在这几年观察到一个价格的趋势。那不管你想要当做投资，或者是自己很喜欢他，想要进而来做一个艺术收藏的话，其实都有一个不错的参考。当然，购买艺术作品最希望的是你真心喜欢这个艺术家他的艺术创作，认同他的创作理念，再来考虑你要不要收藏它吧。最后，我们会在下方提供画廊的活动资讯，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。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或任何疑问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帮我按个赞，打开那个铃铛，订阅我的频道逐梦家 Dreams Boomer， 也不要忘了追踪我的 IG 哦。See you next time, bye adios, ciao。